北极最惊人的10个部落，零下60度的极地生活了数千年，他们的生活方式震碎你的三观。想象一下，在长达数月不见太阳的寒夜里，气温跌破零下60度，人类真的能在这种环境繁衍生存吗？答案是肯定的。北极圈内有一些古老的部落，他们已经在极地严寒中生活了数千年。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北极最令人瞠目结舌的10个部落，他们的日常生存方式将彻底颠覆你的想象。在欧洲的遥远北方，常年冰雪覆盖的拉普兰区域，生活着被称为萨米人的原住民，他们被誉为驯鹿之民，数千年来追随驯鹿迁徙，在苔原和针叶林之间游牧。冬季的萨米家园极端寒冷，极夜期间太阳整月不露头，漫天极光舞动。萨米人相信极光是亡灵的灵魂在天空跳舞，因此夜里绝不能对极光大声喧哗或嬉闹，以免冒犯主灵。想象一下，在静寂的北极夜空下，只见彩色的北极光如帘幕般飘舞，萨米家族围坐雪屋，低声吟唱传统的约伊克 Joik 歌谣，用悠远的歌声与自然对话，这场景神秘而动人。萨米人的生存秘诀离不开驯鹿，驯鹿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厚实的驯鹿皮缝制成传统服饰 Gaki， 让他们即使在零下40度的风雪中也能保暖。驯鹿奶和驯鹿肉是冬季主要食物，富含热量抵御严寒。他们还会把驯鹿鲜血收集起来做成食物，例如将血液拌入面糊，煎成雪饼或肠肠。补充营养的同时不浪费任何资源。你或许难以想象，用血液烹调食物在萨米人看来是习以为常的美味。每当秋季屠宰驯鹿储备过冬食物时，他们会喝下一碗热腾腾的驯鹿血汤，以暖身并补铁，这画面足以让外人目瞪口呆。但对萨米人来说，这是沿袭千年的滋补良方。在传统观念中，萨米人的世界充满了精灵和守护神。他们过去有萨满 Noadi， 以驯鹿角和皮制成的手鼓进行仪式，祈求丰收平安。在漫长极夜中，萨满的手鼓声回荡在雪原上，被视为能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由于萨米人通晓北极天候的奥秘，中世纪时的水手甚至相信萨米人能驯服风雪。据说维京航海者曾向萨满购买顺风一条，传说中装着3段风的绳索，只要解开绳结就能释放顺风。这些传说为萨米文化更添神秘色彩。今日的萨米人大多已融入现代社会，但仍有部分家庭延续传统驯鹿游牧。他们春夏赶着上百头驯鹿前往海岸与山间草场，秋冬再返回森林过冬。一年四季随着鹿群脚步迁徙。当你站在风雪肆虐的拉普兰荒原，远远望见一列驯鹿拉着雪橇，萨米牧民身披传统彩色服装，顶风冒雪赶路的景象时，你会深深感佩人类在极地环境中的坚韧。谁能想到，在欧洲文明的版图角落，仍有这样一支原住民，凭借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对驯鹿的依赖，在严寒中延续了自己的文化命脉数千年。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融入这片极地天地，成为北极上一道独特而震撼人心的风景。从欧洲的北极继续向东，我们来到辽阔的西伯利亚冻原。在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与鄂毕河流域，生活着涅涅茨人，这是一个与驯鹿共生共存的古老游牧部落。他们世世代代逐雪而居，每年随着驯鹿群进行数百公里的迁徙，被誉为西伯利亚的游牧之王。想象一下，一支涅涅茨家庭的队伍，成百上千头驯鹿拉着载满帐篷和家当的雪橇，人在前方呼喊赶路，浩浩荡荡地穿越一望无际的冰雪平原。四周没有任何树木遮蔽，只有刺骨寒风和无尽的白色地平线。然而，对涅涅茨人来说，这只是循环往复的日常。他们熟练地在零下40-50度的风雪中搭起传统尖顶帐篷，秋末 cham， 帐篷用驯鹿皮覆盖，既坚固又保暖。他们把整个家都建立在驯鹿背上和苔原之上，逐水草而居。这幅壮丽而荒寒的图景真是令人震撼。涅涅茨人的生存关键全在驯鹿身上，驯鹿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交通和燃料。一头驯鹿从肉、内脏到骨髓，无不物尽其用。冬天寒冷，
缺乏蔬菜水果，他们就生吃驯鹿肉和内脏来摄取维生素。如果有客人到访，他们甚至破例将部分驯鹿肉煮熟待客，因为在传统念念慈观念里，肉生吃才保留营养和鲜美，煮熟反而是一种浪费。最令人咋舌的是，他们习惯在宰鹿时趁热喝下驯鹿的鲜血。想象一下，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一头驯鹿被安乐地勒倒在雪地上，一家人围上去，用木碗接住温热的血液，人人捧碗畅饮。对我们而言，这画面或许残忍又不可思议，但对念念慈人来说，这是补充体力和盐分的宝贵汤汁，也是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感恩。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将驯鹿的力量融入自己的身体，在严冬中获得更多能量。天寒地冻的台原上树木稀少，念念慈人甚至无法靠柴火终日取暖，他们通常只在做饭时生火，夜里为了省柴，就在冰冷的帐篷中合衣而眠。帐篷内部铺满厚厚的驯鹿毛皮，家庭成员挨着睡椅共享体温。外人或许难以想象，他们就在接近室外温度的环境里睡觉，夜里帐篷里往往也只有零下10多度。然而，正是驯鹿皮毛优异的隔热性能，再加上人体彼此取暖，让他们熬过了漫漫寒夜。当然，有时太冷了，他们也有妙招，比如半夜冻醒，就干脆起身到外头去赶驯鹿，一番追逐奔跑下来，血液循环加速，人也暖和起来，再回帐篷继续睡。这种在常人看来疯狂的夜跑取暖法，对他们而言却是再平常不过的求生智慧。念念慈人的儿童从小就在严苛环境中成长，你会看到3、4岁的孩子身裹迷你毛皮袍，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蹒跚学步；7、8岁的小孩已经会挥舞长鞭赶驯鹿，甚至帮忙宰杀和剥皮。他们的小脸蛋经常被冻得通红，但在厚实的毛皮帽子下，依然露出天真勇敢的笑容。念念慈的母亲会特制一种驯鹿皮睡袋给婴儿，把婴儿紧紧包裹，只露出小脸，以确保幼儿在酷寒中不会冻伤。可以说，适应极端严寒的能力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培养了。每年初春，积雪尚未消融时，念念慈人迎来传统的驯鹿饲养者节，他们聚集在临时的村落中，举办驯鹿拉雪橇比赛、套索指准比赛等活动，庆祝漫长寒冬即将结束。这是为数不多的大型社交场合。平日里，他们分散在广袤台原各处，逐群而居。当短暂的夏季来临，台原上的蚊蚋铺天盖地。北极的夏天，蚊虫之多超乎想象，甚至能让麋鹿活活被叮死。但念念慈人毫不畏惧，他们点燃甘露粪制成的浓烟来驱虫，或在皮肤上涂抹动物油脂，防止蚊叮。在他们眼里，能迎来夏季绿草肥美，驯鹿膘肥体壮，就已是对抗过漫长冬夜后的大奖赏了。区区蚊虫算得了什么呢？念念慈人的一生极富韧性与智慧，他们在不毛之地上建立起与驯鹿共生的文明，适应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挑战。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为了生存，可以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当我们抱怨城市里寒冬刺骨时，不妨想想远在亚马尔台原上的念念慈家庭，在零下50度中，他们依然按部就班地放牧、催煮、哄孩子入睡，迎接新一天的日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足以震碎我们对极限的既有观念呢？走出西伯利亚的台原，南下进入无尽的针叶林海，严寒并未消退，新的挑战正等待着。在西伯利亚的寒带森林，称为泰加林中，有一支神秘的狩猎部族鄂温克人，他们分布广泛，从北极圈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都能寻找到鄂温克人的足迹。作为驯鹿的驯养者和森林的猎人，鄂温克人被称为树林里的游牧民。想象一位鄂温克猎人身披兽皮，脚踏自制的毛皮滑雪板，在白桦林与云山林间无声滑行。他肩上扛着猎枪，古老时代则是弓箭，身边跟随着忠实的猎犬，细细搜索麋鹿或野鹿的新鲜足迹。头顶厚重的积雪压弯松枝，四周静谧的只听见雪板摩擦雪面的咯吱声和远处乌鸦的啼叫。数9寒天里，气温低到土口唾沫都能在半空结冰掉下，可这位猎人满不在乎。他一连几天独自在森林中行进、宿营，
以超凡的毅力和经验追踪猎物。对常人而言，不可思议的孤胆冒险，却是鄂温克人的日常写照。他们是真正与极寒为伍的行者。鄂温克人的先祖早在几千年前就驯养了少量驯鹿作为交通工具，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保留着放养驯鹿不宰杀的独特传统。他们将驯鹿视为家人和伙伴，主要用途是骑乘代步和驮运物资，只有在极度缺粮的绝境下才会宰杀驯鹿充饥。因此，他们平日的肉食来源更多靠狩猎野生动物，驯鹿会带着他们穿行林间，而他们则猎取野麋鹿、野猪、野兔，甚至飞禽作食。想象一下，在零下40度的森林，鄂温克猎人耐心地潜伏在冰雪后，突然一箭射中一头肥硕的麋鹿，随后他迅速上前一刀放血，这热血很快在雪地上凝结成暗红。他麻利地剥皮分肉，把最珍贵的鹿肝生吃几口新鲜温热的肝脏入口，为寒冷和疲惫的身体注入宝贵的养分。在我们看来近乎野性的举动，对他们却是生存之道。生吃内脏能获取满满维他命，防止在漫长冬季患上坏血病。一代代鄂温克孩子从小就跟着长辈在河边冰冻垂钓，学会了徒手啃食半冻的鱼片，对此赞不绝口。您也许难以理解这有何美味，但试想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劳作几小时后，尝一口新鲜冻鱼带来的蛋白质和脂肪，那种从舌尖渗透到全身的能量补充，足以让他们赞叹人间美味。在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中，萨满占有极特殊的地位。事实上，萨满 shaman 一词正是源自鄂温克语，可见他们的萨满文化之悠久与典型。鄂温克萨满通常身穿镶满铁片和鹿角装饰的华丽皮衣，手持驯鹿皮绷成的神鼓，在篝火旁又唱又跳地进入灵魂出游的恍惚状态。据说萨满能够带领自己的灵魂前往隐形的灵界，为族人向山川森林之灵祈求猎运和平安。当北风在林梢呼啸，狼群在远处嚎叫，萨满的鼓声此起彼伏回荡林间，那场景足以让人寒毛直竖。对理性现代人而言或许难以理解，但在漫长的极夜与危机四伏的森林里，正是这种信仰给予鄂温克人精神力量，让他们无畏于孤独和死亡的阴影。鄂温克人的生活离不开一系列精巧的适应发明，比如在林海雪原中行走，他们发明了毛皮滑雪板。早在1000年之前，他们或许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滑雪者之一。他们的滑雪板用轻便的木头制成，底部裹上一层驯鹿肚皮，毛毛的方向朝后，这样人在前进时毫不费力顺滑滑行，而当需要上坡或停下时，毛皮产生的摩擦又防止下滑，真是绝妙的构造。除了滑雪，鄂温克人还训练驯鹿拉雪橇运输。在深雪中，马匹无法行走，但强壮的驯鹿拖着简易雪橇却能长途跋涉，因此有些欧洲探险家称他们为鹿与雪橇的民族。鄂温克女人则精通皮毛加工，她们用驯鹿筋腱搓成结实的线，用鹿皮缝制成暖和的长衣长裤和靴子，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和鼻子。一套传统鄂温克冬装长重达数十斤，但在零下50度的户外，它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保障。有了它，鄂温克猎人才敢整夜守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猎物而不被冻僵。值得一提的是，鄂温克人的族群中还有一支分布在中国大兴安岭一带的分支，被称作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他们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至今保留着在原始森林中狩猎和驯鹿放牧的生活方式。他们过去甚至没有文字，所有知识靠长辈口传心授，与我们今日讲述的西伯利亚鄂温克人同源共主。可以说，鄂温克文化跨越了国界与世纪，在极寒的林海雪原中开出顽强的生命之花。当我们看惯城市霓虹，再回首鄂温克人朴素却显艰的生活，内心不禁充满敬畏。在那零下几十度、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他们以狩猎为生，与驯鹿为伴，不仅战胜了寒冷和孤独，更在天地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寄托。或许对现代人而言，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难以复制，但他们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随遇而安的态度，足以引发我们对自身文明的反思。毕竟，相比起来，
我们眼中的极端环境，只不过是他们世代习以为常的日常而已。西伯利亚的严寒不仅存在于森林和苔原，在勒拿河、叶尼塞河流域的广大地带，同样有人类繁衍生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萨哈人、雅库特人。萨哈人的家园雅库特共和国，萨哈共和国被誉为世界冷极之一，当地冬季气温经常跌至零下50度以下。雅库茨克市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大城市，而远离城市的乡村如奥伊米亚康曾记录过摄氏零下67度的极端低温。试想一下，当外界气温接近零下70度时，睫毛和眉毛瞬间结霜成冰，开水泼向空中会雾化凝结成冰层，一杯热茶还没端出门就冻成冰茶。然而萨哈人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将酷寒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甚至戏称自己是不怕冷的雅库特虎，充满了与严寒对抗的幽默与自豪。与许多北极民族不同，萨哈人并非纯粹的猎人或游牧民，他们也在极寒地带发展出了定居的村落和小型农牧业。早在16世纪以前，萨哈人的祖先从中亚草原北迁，来到勒拿河流域，在河谷相对温和的小气候区域开垦种草、放牧牛马。是的，你没看错，在一年有将近5个月低于零下40度的雅库特，高鼻梁的萨哈人居然养起了牛和马。这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但他们的确成功育种出能耐寒的雅库特牛和雅库特马。这些动物个头虽小，却皮厚毛长，冬天能在室外忍耐零下60度的低温，靠自己挖开雪吃，雪下枯草过活。隆冬季节，萨哈人会给牲畜额外投喂干草和冷冻鱼，以保证他们体力。雅库特马浑身是宝，它不仅是交通工具，骑马奶还可酿成传统发酵饮料。库麦斯是萨哈人夏日时的重要营养来源，而雅库特牛产的牛奶脂肪特别高，用来制作黄油和奶渣，在缺乏新鲜蔬果的冬天里提供热量。可以说，萨哈人硬是在酷寒的永冻土之上建立起了稳定的畜牧经济，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雅库特地区的冬天虽然漫长严酷，但夏季却短暂而温暖，极端时气温可飙升到摄氏30度以上。巨大的温差孕育出丰富的植被和草场，让萨哈人得以及时收获牧草储备，干草度冬。他们利用夏日极昼拼命打鱼、狩猎和采集，在河边捕捞泽罗鱼和白龟，把多余的鱼肉切成薄片，放在寒风中风干，制成鱼干板，或干脆将新鲜鱼肉迅速冻硬，再用锐利的小刀片片削下生吃。这道冻鱼刺身大餐被称为斯特罗加尼纳，因其鲜美冰凉，成为招待贵客的佳肴。想象你来做客，主人端上一盘晶莹剔透的鲜鱼薄片和冻肉片，撒上一点盐和野韭菜碎，就这样生吃冰冷入喉，普通人可能不敢下注，但对萨哈人而言，这恰恰保留了肉食最原始的风味和营养。他们深知，在极地缺乏蔬菜水果，唯有依赖生肉生鱼中的维他命，才能防止疾病。一代代萨哈孩子从小就跟着长辈在河边冰冻垂钓，学会了徒手啃食半冻的鱼片，对此赞不绝口。您也许难以理解这有何美味，但试想，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劳作几小时后，尝一口新鲜冻鱼带来的蛋白质和脂肪，那种从舌尖渗透到全身的能量补充，足以让他们赞叹人间美味。在雅库特的严冬中，还发生过许多令人咋舌的故事。例如，雅库特地区的学校通常不会因严寒停课，只有当气温低于零下52度时，小学生才可以不用去上学。高年级学生甚至要到零下55度以下才准许假期。这意味着零下40、50度的严寒天气里，孩子们依然得披上厚厚的毛皮大衣，踏着嘎吱作响的积雪去上学。曾有一张雅库茨克少女在极寒中行走的照片引发全球关注。照片中的女孩睫毛和头发上全是冰霜，如同冰雪女王一般，但对当地人来说，这只是冬天的平常一幕。孩子们会在课间跑到户外，用开水杯做一个开水变冰物的科学实验，将滚烫的开水抛向空中，刹那间热水在极寒空气中冻成漫天雾凇，犹如仙境。他们在笑闹中感受着寒冷带来的乐趣，把严冬过成了一场游戏。
萨哈人的传统节日也别具特色，每年仲夏6月，雅库特人举行盛大的伊西赫节 Wysiak， 庆祝白夜和丰饶。人们身着民族盛装，聚集草地，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发酵马奶酒，感谢太阳带来的温暖与生机。经过漫长冬季的煎熬后，这种对光明和生命的狂欢格外热烈。而到了1月极寒时节，他们还会举办寒极节，反其道而行之地，庆祝寒冷本身，包括冬泳比赛、冰上雕刻和极寒露营等活动，向世界展示他们不畏严寒的体魄和乐观精神。除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萨哈人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史诗传统。他们的口头史诗《奥伦霍》长达数万行，讲述英雄在冰雪天地中的冒险与战斗，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象古老的冬夜，围着火炉，族中长者以浑厚的嗓音吟唱奥伦霍故事，孩子们聚精会神聆听。外面北风怒号，室内却充满了热情与幻想。这样的文化传承让萨哈人在严苛的自然之外筑起心灵的丰碑。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萨哈人都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他们让牛马在永冻土上安家，把零下极寒转化为自豪。他们的笑容可以像严冬的太阳一样温暖，他们的坚韧令世人敬佩。当我们看着现代雅库特城镇里裹着厚毛皮大衣，脚穿驯鹿毛靴的人们自在地穿行冰天雪地，仿佛严寒只是个玩笑时，才真正明白人在极端环境中的可能性远超我们想象。萨哈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地球最冷的角落，人类依然能找到繁衍和快乐的方式。这难道不正是震撼人心的奇迹吗？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的塔伊米尔半岛，有一个人烟罕至的极寒之境，那里长冬无夏，气温经常徘徊在零下50度以下，地表永远冻结如铁板。然而，即使在这片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台原上，依然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微光。多尔干人就是这片极地荒原上的原住民之一，他们的人口不足1万人，却顽强地延续着远古北极拓荒者的传统生活方式。走进一座多尔干人的村落，你可能会大吃一惊。整个村落可能仅仅由2-3个帐篷和木屋组成，居住着2个大家庭。没错，他们的村子如此迷你，却要在方圆数百里的台原上四处迁徙。对多尔干人来说，全村搬家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周都要收起帐篷，打包行李，跟随驯鹿群转换新牧场。他们追逐着台原上稀疏的地衣和苔藓，那些是驯鹿过冬的食物，也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可以说，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歇，一生都在漫无边际的雪原上流动，仿佛台原风雪中的漂泊云朵。多尔干人的生活离不开驯鹿，但和涅涅茨人那样拥有巨大鹿群不同，多尔干人的鹿群规模较小且松散，他们没有完全驯化驯鹿，而是采取半放养的方式，让鹿群自由寻找苔藓，只在需要时加以驱赶和引导。驯鹿对他们无比珍贵，除非万不得已，他们很少宰杀自己的驯鹿来吃肉。相反，他们喜爱吃从冰河中捕捞的生鱼冻肉。塔伊米尔的河流盛产峡谷里和白鱼，每当河面结冰，他们凿开冰洞垂钓，拖出鱼来，任其在严寒中速冻，然后将鱼肉深深地切片吃下，冰冷鲜美，成为多尔干人的最爱。对外人而言，零下几十度还吃生冷的食物简直难以理解，但多尔干人却说，室外就是天然的大冰箱，我们从不担心食物腐坏，反而担心的是别被冻得太硬咬不动呢。他们还充分利用漫长冬季缺少阳光但细菌也少的特点，把多余的肉食挂在屋外，风干冷藏。一些鱼肉含驯鹿肉甚至可以存放1年之久而不坏。在苛刻的环境里，他们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食品保存和食用方式，既聪明又实用。在多尔干人的村落里，你会发现家家户户的房屋都用厚厚的驯鹿皮和兽皮覆盖，他们将驯鹿皮铺在帐篷和木屋的墙壁内侧，当作最有效的保温层，以抵挡户外可怕的严寒。多尔干人的传统帐篷结构与涅涅茨人的秋末类似，也是圆锥形帐篷，由木杆搭成框架，外披数十张驯鹿皮，
但他们还创造性的使用一种称为巴洛克的木质拖车房。简单来说，就是把一间小木屋安装在雪橇板上，让整座屋子可以被驯鹿或雪地车拖曳着搬家。想象一下，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一列驮满行李的驯鹿雪橇后面，居然跟着一座小巧的木屋滑行前进。屋顶的烟囱还冒着炊烟，屋里老奶奶坐在火炉边照看开水壶。这画面仿佛童话，却真实的存在于多尔干人的生活中。有了这种移动木屋，他们搬迁时不必每次重建住所，大大减轻了负担。当然，更传统的做法是几个壮汉协力拆卸帐篷，然后由驯鹿驮运材料到新营地，再迅速搭建起来，整个过程几个小时内就可完成，一点也不拖沓。迁徙千里而家不散，这种效率和团结令人为之赞叹。台原上的水源在冬季完全冻结，多尔干人全年有将近9个月无法取得流动的河水，于是他们只能靠融雪化冰来获取日常用水。每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斧头砍取几大块河冰或积雪，背回家放进大锅里慢慢加热融化。他们笑称自己是喝冰水长大的。民族从小嘴里含着冰渣，吃着雪长大，所以长大后对冷水特别不敏感。对常人来说，用接近冰点的水洗脸刷牙简直是酷刑，但多尔干的小孩们却不以为意，欢笑着互相泼水嬉戏，皮肤冻得通红也毫不在乎。至于食物保鲜，他们更不担心。外面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冰箱，一年四季只要把肉食丢在室外阴凉处，就能冻得跟石头一样硬，不会变质。多尔干人的保暖之道也非常独特而彻底，他们给孩子准备的冬装不是用穿的，而是直接把孩子缝进去。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是真实的传统。当冬季气温降到零下5、60度时，为了确保婴幼儿不被冻伤，母亲会特制一件连帽毛皮带，把孩子整个套入，只露出小脸，然后用毛皮细绳将带口缝合起来，只在胸前留一条缝，以便喂奶和换气。小家伙就这样像毛毛虫一样裹在温暖的驯鹿毛里，一天下来都安然无恙。晚上全家人围睡在一起时，也常常是全副武装睡觉，成人穿着厚毛皮大衣和毛靴入睡，小孩则继续待在缝制的毛皮袋里，一个不留神露出皮肤都可能冻伤。因此他们从不贪图睡觉时的舒适，而是优先考虑保暖和安全。相比之下，我们晚上盖几层被子就嫌闷热的经历真是微不足道了。在多尔干人的社会里，家庭和睦、合作共生至关重要。他们通常几代同堂生活，彼此间分工明确，男性放牧、驯鹿、狩猎和在前方探路，女性则负责缝制衣物、烹煮食物和照料孩子。大家分工合作，才能在严苛环境中维持生活。如果有人生病或体弱，全村会共同照料，绝不丢下任何一人。这样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正是他们在极地存续的关键。试想在零下50度的暴风雪夜，一个人若是落单，几乎不可能独自存活。因此，多尔干人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互扶持，共度难关。他们有句俗谚：寒风可以冻裂皮肉，但冻不裂紧靠在一起的肩膀。意思是团结一致就不怕寒冬。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或许质朴，却散发着动人的温情与智慧。多尔干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如今已十分罕见。在苏联时期，不少多尔干人被迫迁入定居点，传统游牧习俗一度式微。然而，在遥远的台原深处，仍有少数家庭坚守着祖辈的道路，每年漫游在极地旷野。他们的存在仿佛让我们看到人类远古拓荒时代的缩影。没有现代科技加持，凭借简单工具和团结合作，照样能在地球最严酷的角落繁衍生息。他们那逐雪而居、随寒而动的生活哲学，给予我们极大的震撼和启迪。原来适应自然并不一定要征服自然，顺应循环、灵活变通也是生存的一种艺术。在塔伊米尔半岛最北端，几乎触及北冰洋的地方，还有一支比多尔干人更古老也更神秘的族群——恩加纳森人。他们被称为欧亚大陆最北的原住民，世代生活在北纬72度以北的永久极寒地带。恩加纳森人的人口更为稀少，如今仅剩几百人，但他们的文化传统却极其独特而丰富。
在那里，每年有2到3个月的时间，太阳完全不会升起，白天如夜，漫长黑暗。在漫无边际的极夜中，恩加纳僧人依靠极富仪式感的社会生活来对抗黑暗与孤独。他们最盛大的活动莫过于洁净帐篷祭。每年严冬快结束，太阳即将重返天际时，整个部族的人齐聚一处，搭起一顶象征宇宙的巨大帐篷。族中的萨满身着繁复的法衣，头戴驯鹿角制成的冠，随着手鼓的节奏高唱古老的奏歌。族人们则依序进入帐篷内，接受烟雾净化和祝福。在连续数日的祭祀里，他们祈求过去一年灵魂的晦气得以洗清，新的一年狩猎顺利，阳光回归大地。当萨满终于宣告太阳神已被唤醒，众人欢呼着钻出帐篷。恰在此时，旭日初升，万道金光洒在冰封的台原上，你能想象那场面吗？经历了整整3个月的黑暗后，又见光明普照，恩加纳僧人抱团泪流满面，相拥庆贺。他们相信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和仪式，才撑过一个又一个漫长冬天。对他们而言，极夜并非绝望的黑暗，而是孕育希望的子宫。每年的太阳复苏都是对生命的褒奖，而他们的灵魂也在这轮回中得到锻炼与升华。恩加纳僧人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北极民族略有不同，他们没有像涅涅茨或多尔干人那样大规模驯养驯鹿，而是以狩猎野生北极驯鹿为生。整个短暂夏季里，他们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追赶北极野鹿的迁徙。每当秋季降临，大批野生驯鹿会跨过塔伊米尔台原南下过冬。恩加纳僧猎人们早已守候在鹿群路径两侧，他们有的挥舞手中的弓箭驱赶，有的划着兽皮独木舟埋伏在河湖之中。当庞大的鹿群奔跑至湖岸时，猎人们突然骑着自家少数的驯鹿从背后赶突，将鹿群驱至湖中。待野鹿在冰冷水中游动迟缓时，早已埋伏好的猎人划船涌上，用长矛和弓箭射杀猎物。这种集体围猎场面极其壮观刺激，数百头驯鹿溅起白色浪花，猎手的号角声和吆喝声此起彼伏，箭矢破空，猎到的驯鹿倒在浅水中，染红了一片水域。成功狩猎之后，恩加纳僧人不浪费任何战利品，他们在零下温度下迅速将鹿肉分割成块，一部分当即生食享用，另一部分埋入雪地冻存起来备用。鹿皮则晒干后制成衣服含帐篷覆盖物，鹿筋晾成刃绳，鹿骨鹿角磨制成工具或装饰。可以说，一头野鹿身上的所有材料都被充分利用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狩猎丰收，他们就有充足的肉食和皮毛熬过严冬。若不幸失守，冬天里部落便可能面临饥荒甚至灭族的危机。因此，每一场集体狩猎都是关乎族人生死的豪赌。也难怪恩加纳僧人发展出如此强烈的宗教和精神仪式来支撑他们渡过难关。恩加纳僧人还以他们精湛的工艺闻名于极地。为了在零下50-60度的户外生存，他们设计出一整套保暖衣物，男人女人都穿2层驯鹿皮大衣，内层毛朝内，外层毛朝外，2层夹气保温，脚上穿驯鹿皮靴，靴内塞满干草，增加绝热。他们的帽子别具特色，尖尖的兜帽上还垂着长长的皮质流苏，看似装饰，其实功能极大。走路时流苏在脸庞晃动，防止冻伤脸颊。夜里睡觉时，流苏放下可以盖住整张脸保暖。此外，恩加纳僧人发明了一种石油灯的前身，他们用鹿油或鱼油倒入中空的石头或陶罐中，放入青苔当灯芯点燃，既可提供微光照明，又能在帐篷内微微提温，还可烤化雪水，一举三得。在漫漫极夜里，这种小油灯摇曳的火苗是他们营地里唯一的人造光源。昏黄灯光映照下，一家人围坐取暖，老人给孩子讲古老的神话故事，关于北极熊精灵如何教会人类捕猎，关于极光原来是祖先围在火旁跳舞的倒影。孩子们听得入迷，忘却了寒冷和黑暗。这些动人的细节展现出恩加纳僧人以智慧和创意适应环境的能力，也让我们深深感佩人类在极端条件下求生的本领。如今的恩加纳僧人因人口稀少而文化岌岌可危，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被迫定居，
传统狩猎方式受到限制，年轻一代也逐渐流失了祖先语言和技能，但是他们对极地环境的独到理解和积累的生存知识，仍是全人类宝贵的财富。他们在地球上最荒寒的角落里展现出的适应力，证明了人类在恶劣环境中生生不息的潜能。试想，我们所认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北极圈黑暗深处，竟然有文化如此丰富、精神如此充盈的一群人活了下来，这是否足以震撼我们的三观？恩加纳森人以自身的历史告诉世人，只要怀有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再恶劣的环境都能成为孕育文化的沃土。穿越西伯利亚的森林与苔原，终于来到亚洲大陆的尽头楚科奇半岛。这里与阿拉斯加仅一海峡之隔，狂风怒涛的白令海不断冲刷着海岸。楚科奇人就在这片极东之地繁衍了数千年，他们被誉为站在世界尽头的民族，是极少数几个既驯鹿放牧又出海猎金的双旗部落。楚科奇人的传说和勇武在远东流传甚广。早在18世纪，沙俄帝国试图征服楚科奇人，但楚科奇战士凭借对极地地形的了解和骁勇善战，硬是让俄军折戟沉沙，被迫签订函约，这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历史中极为罕见。由此可见，楚科奇人的刚毅与不屈，如同极地冰山般令人敬畏。楚科奇人的生活方式可分为内陆楚科奇和海岸楚科奇两种。内陆的楚科奇人像涅涅茨人一样，以驯鹿游牧为生，而沿海的楚科奇人则驾驶兽皮覆盖的小艇，在滨海中猎捕海洋巨兽。让我们跟随一支楚科奇海猎队出征的脚步。隆冬时节，他们挑选出几张结实的海象皮，蒙在传统开场式木舟乌米亚克的外骨骼上，打造出一艘可乘坐10人的捕猎大船。船头饰有图腾彩绘，象征守护海兽的神灵。领队是一名久经风浪的老猎手帕夏。他和族人挥别岸上的亲友，在极夜微光中滑向迷宫般的浮冰海域。寒风刺骨，潮水推动着100吨重的浮冰起伏挤压，小小皮船穿梭其间，宛如鸡蛋碰石。但帕夏一行无所畏惧，他们寻找着海兽吐气，在空中留下的白色水雾。突然间，有人大喊：前方发现海象！只见一头2吨重、长着长牙的雄性海象正露出脑袋换气，然后迅速潜回无冰的水域。帕夏一声令下，船员们分工合作，有人准备抛掷长矛，有人操控方向，不许发出丝毫声响。他们要在海象再次浮出水面、换气的一瞬间果断出击。几秒钟后，海象露头，巨大的獠牙在月光下泛着寒光。帕夏迅雷不及掩耳地掷出系着绳索的标枪，正中海象背部。其他猎手立刻挥桨逼近，补上一矛。受伤的海象愤怒挣扎，一下撞击皮船侧舷，整艘船剧烈晃动，冰冷海水溅了猎人一身。生死关头，帕夏沉着指挥，大伙合力拉紧绳索，不让猎物沉底。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海象力竭毙命。猎手们发出胜利的欢呼。这头庞然大物将为村落提供上千公斤肉粮，皮革含油脂，足够整个氏族熬过漫漫寒冬。楚科奇猎人以敢于挑战北极巨兽而自豪，他们不仅猎海象，还猎杀格陵兰鲸、北海猎豹、海豹等。然而，他们深信这些动物的灵魂值得尊重。在传统仪式中，当捕获一头鲸鱼后，全村会举行盛大的鲸祭。猎手们将鲸鱼头骨竖立在岸边，朝大海方向，感谢鲸之灵自愿奉献给人类，并祈求来年鲸鱼之神继续赐予。妇女们则将鲸肉煮熟，与全村分享，不分贫富，象征团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极地，楚科奇人养成了慷慨分享的文化。一个人有猎获，整个村子都有饭吃。若谁家不幸空手而归，邻居也会主动接济。因为大家知道明天轮到自己需要帮助时，也会有人伸出援手。这种同舟共济的价值观是他们在残酷自然中生存的保障。在家庭生活方面，楚科奇人过去有一些做法听起来相当突破三观。例如，传统上他们盛行妻子借宿的习俗。当一名尊贵的客人或旅人来访，主人常会礼貌地提出由自己的妻子
陪客人过夜，以示至高无上的款待和对朋友的信任。对楚科奇人而言，这是一种缔结盟谊的方式。妻子在其中扮演的是好客的主人角色，并不被视为羞耻或背叛。但外来者第一次听闻时，往往瞠目结舌，无法理解其中奥妙。此外，在游牧生活中，楚科奇的老人如果自觉年事已高，无法再为家庭出力，会主动要求子女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成为拖累。这被称为自愿离世的仪式，通常由老人选定方式，例如让儿子用绳子勒断自己的颈项，或用刀刺入心脏。在外人看来残忍至极的行为，在当时的楚科奇社会却被视为老人对家庭的最后贡献和崇高决定。因为在风雪无情的台原上，食物有限，一旦遇到饥荒，全家性命堪忧，长者宁可牺牲自己保全晚辈。这种近乎殉道的价值观放在今天让人无法接受，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那种面对生死的达观与勇气。所幸随着现代社会影响，此类习俗几乎绝迹，但它反映出的传统价值观确实令人震撼。楚科奇人的精神世界同样丰富，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相信在风暴、雪丘、北极熊甚至极光背后都有神灵在主宰。他们的萨满教与邻近科里亚克人、因纽特人等有许多共通之处，也特别崇敬狼和渡鸦两种动物。在楚科奇传说中，渡鸦被视作创世的神奇，而狼则是勇士的化身。相传远古时一位孤独的狼女神造就了楚科奇人的祖先，因此他们自称被神之子。这些丰富的神话故事透过口耳相传一直流传到现代，也在不断塑造着楚科奇人的文化认同。楚科奇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地球最东边的寒冷尽头，人类仍能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勇气谱写传奇。他们驯鹿为伴，踏浪捕鲸，以闪电般的身手驯服滨海巨兽。他们崇尚分享，勇于牺牲，以独特的方式维系着社群和家庭的存续。或许我们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的某些传统，但无疑会为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求生哲学深深折服。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再看看楚科奇人迎着刀剑般的极地寒风依然露出的笑容，不能不感叹人类适应力的伟大。正是这种适应力，使我们的同类得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落地生根，哪怕条件苛刻如北极极地。在楚科奇人以南堪察加半岛北部的台原与高山间，生活着与楚科奇人语言文化相近的科里亚克人。他们有的游牧驯鹿，有的沿海捕鱼，也是北极圈边缘一支历史悠久的部落。科里亚克人的传统尤其以萨满教和奇异的迷幻文化著称。如果说别的北极民族靠坚韧的身体对抗严寒，那科里亚克人则某种程度上靠开放的精神来适应他们的环境。这其中就涉及到一种让人大跌眼镜的神奇物质——毒蝇伞蘑菇，即红色顶白斑的鹅膏菌。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科里亚克族的大神屋主姆兰因，又称存在之神，从天上俯瞰大地，发现人们渺小而虚弱，于是神奇朝地面吐了一口唾沫。那唾液落地后，化为了一丛丛鲜红的毒蘑菇。这蘑菇被科里亚克人称为瓦帕克，象征神的恩赐。他们的神话中，渡鸦精灵曾经吃下蘑菇后力大无穷，甚至能把一头巨大的鲸鱼扛回家。渡鸦把蘑菇的秘密交给了科里亚克人，让他们学会使用蘑菇通灵和治疗，并说让这神奇之物永远滋长人间。从此，毒蝇伞蘑菇成为科里亚克萨满的重要工具。你也许难以置信，科里亚克萨满真的会吃下毒蘑菇来进入恍惚状态。这种蘑菇直接食用，对一般人来说有剧毒，但萨满们经过世代试验，摸索出了巧妙的方法降低风险。一种方法是将蘑菇晒干后少量服用，另一种更让人大跌眼镜，让驯鹿先吃下蘑菇，再喝驯鹿的尿。原来驯鹿对毒蝇伞的耐受力更强，它们吃下蘑菇后不会死亡，但有效的致幻成分随尿液排出，浓度依然很高。科里亚克人发现，由驯鹿过滤过的蘑菇药性更纯净，人喝了驯鹿尿可以产生强烈幻觉，而副作用较小。于是
他们甚至会追踪那些吃了毒蘑菇后兴奋乱跳的驯鹿，趁其小便时用容器接住尿液，然后隆重地敬给萨满饮用。不仅如此，萨满自己服药后，他的信徒们还会轮流喝他的尿，以共享神灵赐予的幻象。这种一人吃菇全村喝尿的做法，对现代人而言几乎不可理喻，但却是柯里亚克等远东民族长期实践的萨满仪式核心部分。据说服用适量的毒银散后，萨满能看到平日无法看见的灵体，与自然万物交流。他们跳着特殊的舞蹈，口中吟诵古老的调子，引导族人进入集体狂欢与祈祷的状态。待药效过去后，萨满将自己在幻象中获得的信息转达给族人，比如哪里能找到更多猎物，或者预言未来的祸福。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其中真有神灵暗示，不可否认，这种仪式在漫长极夜中极大地舒缓了柯里亚克人的精神压力，增强了社群凝聚力。关于毒银伞的运用还衍生出许多奇闻异事，例如柯里亚克人注意到驯鹿非常喜爱啃食这种鲜红的蘑菇，一旦吃到就会变得兴奋跳跃，仿佛飞起来一般。驯鹿吃了蘑菇后行为怪异，常常原地打转或随音乐节奏起舞。族人们开玩笑说，难怪我们的驯鹿跑得那么带劲，原来背地里吸毒啊。有时萨满服药后去雪地小解，附近放养的驯鹿闻到气味，竟会蜂拥而至舔食雪地上的人尿产液，也跟着进入微醺的愉悦状态。这有趣的一幕反复在台原上演，人和鹿共享着迷幻的飨宴，甚至有人推测圣诞老人驾驯鹿雪橇飞天的传说可能就起源于北极地区的这些蘑菇幻觉。因为圣诞老人的红白服装酷似毒银伞，飞翔的驯鹿正像中毒后飘飘然的驯鹿，而圣诞老人从烟囱进出发礼物，也让人联想到萨满出入帐篷顶部烟孔施法的形象。不过这种说法被萨米等民族的学者所驳斥，他们认为是外人过度解读，与自身文化无关。无论如何，北极蘑菇的传奇为柯里亚克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份魔幻色彩。除了蘑菇文化，柯里亚克人的日常生活与楚科奇人相似，也离不开驯鹿和极地狩猎。他们的语言属于楚科奇勘察家语系，跟楚科奇语很接近，因此常被视为楚科奇人的兄弟民族。他们也崇拜渡鸦，认为渡鸦是创世神，也敬畏熊灵，认为打猎时需小心对待熊的遗骸，以免触怒熊的灵魂。他们中有些部落侧重驯鹿游牧，年复一年在勘察家台原上迁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游牧习俗类似。另一些靠近海岸的柯里亚克人则主要渔猎，捕获太平洋鲑鱼和海兽，方式与楚科奇沿海人群相仿。让我们来看一个柯里亚克游牧部落冬季的日常。北风呼啸，帐篷外暴风雪漫天，帐篷里一家老小围坐火盆，男人们在修补雪橇，女人们在缝制皮靴。突然，酋长从袋中取出几片干燥的毒银伞，放进热水壶里煮。他小酌几口后闭目凝神，不一会儿开始讲述幻象中的见闻。我看见南方山谷里驯鹿群聚，明日风暴过后，我们当牵营前往。族人们认真倾听，默默记下。隔天风雪初霁，他们果然依计划拔营启程。翻山越岭数日后，成功在山谷里发现了数百头野鹿，大家分头猎捕，度过了一个富足的春天。尽管我们无从考证他们的萨满是否真的通灵预知，但这故事至少告诉我们，柯里亚克人面对困境时，懂得运用信仰和智慧来指引行动。这种天人合一、亦真亦幻的生活哲学，令人既惊奇又钦佩。总体而言，柯里亚克人将严苛的自然条件转化成他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吞食我们眼中致命的毒物，却化为深入心灵的药引。他们与驯鹿共享迷幻，将苦寒的台原变成神游的乐土。也许我们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但不可否认，柯里亚克人在极地求生方面积累的创造力超乎常人。他们提醒我们，自然界中往往藏着意想不到的资源，只要有人敢于尝试并发现其价值，在险恶的环境也能找到别样的生机。柯里亚克人的传统正在快速消逝，但那些关于蘑菇与灵魂的古老故事将永远为极地生活增添一丝神秘的魅力。
从极寒的内陆再次回到海洋，我们把目光投向白令海以东，延伸至北太平洋的一串岛链阿留申群岛。这里被称为风之子岛屿，常年狂风怒吼，骤雨冰雹不断，岛上几乎没有树木，大部分时候笼罩在浓雾和风浪之中。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阿留申人自称乌纳干人，顽强地生活了数千年，成为海洋与风暴的驯服者。阿留申人的传统生活完全围绕大海展开，他们或许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皮艇猎人之一。很早以前，阿留申人就发明了一种精巧的单人皮划艇，称为贝达卡，意为小船，由漂流木制成骨架，外面包裹海狮或海豹皮，既轻盈又坚韧。他们在汹涌的大海中驾驭这种皮艇，如履平地般灵活，能在贴近浪花的高度以接近海兽的方式航行，几乎与海洋融为一体。想象一只海狮从水面探出脑袋，还未及警觉，就被一只从天而降的长矛击中。投枪的是一位隐蔽在浪尖之上的阿留申猎手，他的皮艇极低，让猎物难以察觉。一击命中后，他迅速扔出充气的海豹皮囊，系在猎绳另一端。那皮囊立刻鼓胀漂浮，充当浮标与阻力，防止受伤的海狮沉底或逃脱。这套猎海兽的技术可谓巧夺天工，展现了阿留申人对海洋与猎物习性的深入了解。在饮食方面，阿留申人几乎完全依赖海洋，他们捕鲸鱼、海豚、海狮、海豹、海獭以及各种鱼类，采集贝类和海藻来补充。他们最著名的就是捕捉皮毛珍贵的海獭。18、19世纪，俄国人初次踏上阿留申群岛时，震惊于当地猎人惊人的捕猎技巧和丰富的海獭资源。据说一名阿留申猎手一季就能徒手或用长矛在皮艇上猎得100余张上等海獭皮，这等本领让俄国皮草商趋之若鹜。然而，过度猎捕也一度让海獭濒临灭绝，阿留申人对此深感痛心。在传统观念中，他们感谢每一头猎物的牺牲，会保留猎获动物的头骨面向大海摆放，以示尊重，祈愿其灵魂安息，并将好运传递给下一次狩猎。阿留申人的另一项绝技体现在他们独特的服饰与装备上。在恶劣的海洋气候中，他们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防水衣，以海兽的长膜制成的长衣夹克。他们把海狮或海豹的肠子清洗干净，切开摊平，晒干后缝合成轻薄的连帽衣，穿在毛皮服外面，既防风又防水。这种长衣几乎透明，却能挡风雨，相当于今日的防水雨衣。有了它，阿留申猎人在暴雨大浪里依然保持身体干爽和温暖。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猎手头饰阿留申成年男性出海猎兽时，喜戴一种弯曲的木质长帽檐头盔，学名 Chakudaks。这种帽子以漂流木削成，外形狭长如鸟喙，上面会有象征鲸鱼、海鸟等的图案，并镶嵌海象牙装饰。最奇特的是，头盔一侧插满长长的海狮胡须须或海雀羽毛。原来在阿留申文化中，帽上插的海狮须数量代表了猎人的资历和荣誉，捕获的海狮越多，能够插的须就越多。一些族长或顶尖猎手的头盔上甚至垂下10几20根长须，在海风中猎猎飞舞，远远看去威风凛凛。另外，据说须须在风中摆动的幅度还能提示风速变化，当须角度过大时，就意味着风浪过强，该返航了。这可谓将荣誉标志与实用功能巧妙结合。一顶小小的木帽竟蕴含如此多信息。阿留申人的房屋也是因地制宜的典范。由于岛上缺乏树木，他们无法建造传统木屋，便采用半地窖式的窝棚屋巴拉巴拉。他们选定避风的山坡，挖掘地穴，坑内用漂流木搭框架，外面覆盖泥土草皮，只留出门口和天窗通风。远远望去，房屋几乎与地面融为一体，酷似一座小土丘，既隐蔽又保暖防风。在常年烈风的阿留申群岛，只有这种贴地房屋才能抵御飓风而屹立不倒。屋内中央生着温暖的炉火，家人围坐制作渔网，修理鱼叉。外面风声如雷，他们却像鼹鼠躲在窝里般，安然听着长辈讲岛屿的传奇。火山如何喷发，创造出新岛；海妖如何兴风作浪，又被勇敢的猎人征服。这些故事代代相传，
丰富了阿留申的精神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阿留申群岛上火山地震频繁，曾发生过毁灭性的大爆发和海啸，但阿留申人倚仗他们灵活的海上能力，往往能在灾难来临前撤离，劫后余生者又重建家园，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当俄国人和欧洲探险者抵达阿留申群岛时，无不对当地人的航海本领钦佩不已。18世纪的航海家史托诺和库克在日记中写道，阿留申人的小艇在惊涛骇浪中轻巧如燕，任我们如何努力也无法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的猎人能从海浪背后一矛击中30步外的海狮，真乃奇迹。然而，随着殖民统治，阿留申人也遭受了疾病和战乱的人口重创。好在他们顽强地存续下来，如今阿拉斯加和俄罗斯的阿留申后裔依然保留着部分传统技能，如皮艇制作、弯木帽工艺等，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文化在风雨飘摇中续写新的篇章，但祖先挑战极限的光荣历史将永远篆刻在北太平洋的岛屿风浪里。阿留申人的经历启示我们，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人类同样可以与险恶的大自然相博弈并取得平衡。他们征服了风，征服了浪，从匮乏的环境中挖掘出生存的富矿。他们的雪橇可能没有驯鹿拉，却能靠双臂划桨走遍海洋尽头。他们的粮仓可能没有稻谷，却装满了大自然送予的鱼虾与海兽。这些海洋猎手的故事虽发生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孤岛上，却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潜能与勇气。毕竟，在我们安稳温暖的屋子里细数他们的壮举时，他们或许正冒着滂沱大雨滑向汹涌的大海，为部落的晚餐奋力搏斗。这般生活方式岂能不让人由衷感叹和敬佩？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北极圈最广袤的地区，从西伯利亚东端到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加拿大，再到格陵兰岛的北极、台原和冰洋沿岸。这片人类最难企及的寒冷荒原上，生活着一支众所周知的民族——因纽特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爱斯基摩人。作为北极土著中分布范围最广、适应环境最严酷的一群，因纽特人的生活智慧和传奇故事几乎成了极地生存的代名词。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创造的文化，至今仍深深震撼着外界的想象。想象一个因纽特猎人独自站在冰封的海面上，极夜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他裹着白色皮毛的大衣上，脚下厚达2米的海冰下是黑黝黝的大海。他手握一柄长矛，一动不动守在一处细小的冰洞旁。这冰洞是他花数小时寻找到的海豹气孔，海豹会定期游到这里来换气。一旦海豹冒出鼻息形成白雾，猎人将迅雷般刺出长矛。极夜里，他可能独自这样等待几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周围是无尽的黑暗与沉默。然而，这位猎人神情镇定，对寒冷与孤寂泰然处之，仿佛他本身就是冰雪的一部分。终于，一阵微不可察的水声传来，猎人目光一闪，猛地一矛刺入冰洞，命中了。不一会儿，他拖出一只肥硕的环斑海豹，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白冰。他立即解剖猎物，挖出还带余温的海豹肝脏，大口吃下生肝来补充体力，然后将剩余肉块和内脏用绳子捆好，准备带回村庄与家人分享。在这近乎不可能生存的环境里，因纽特人正是这般与死神掰手腕的活了下来。冰屋 Iglo 是因纽特人智慧的象征之一。当你在荒野中疲惫不堪、夜幕低垂、寒风刺骨时，一把小刀和就地取材的积雪就能救你一命。因纽特人能在1-2个小时内用硬雪块搭出一座结实的半圆形拱顶小屋。别看只是雪做的，在构造上却蕴含着力学原理。圆顶形状让整个建筑相当稳固，不会轻易被风暴摧毁。雪块之间缝隙用松雪填实，自然粘结成一体。点上油灯后，冰屋内部温度可以维持在0度左右，即使屋外零下40度，里面也相对温暖如春。许多初次体验冰屋的外来人都难以置信，冰雪竟能成为庇护所，而且人在其中靠体温就能将小空间维持在冰点以上。对因纽特人而言，冰屋不仅是临时居所，更是风雪夜里的生命之盾。他们狩猎途中遇到暴风雪，
就地挖坑筑冰屋避难。几小时后，风停雪霁，再继续上路。有极地探险家感叹，如果没有向因纽特导师学习建冰屋，我和队员们早已葬身在北极暴风雪中了。可见因纽特人的传统技艺在严酷环境下是何等宝贵的生存资源。狗拉雪橇是因纽特人的另一伟大发明。远古时代，他们驯化了北极萨摩耶犬和因纽特犬，培育出强壮耐寒的雪橇犬队。每当广袤的冬季，台原降雪覆盖，双脚徒步难以前行，因纽特人便架起用木头或筋骨制成的轻巧雪橇，套上多达10数条健硕的犬只为他们拉车。别小看这些狗狗，在严寒中它们是可靠的伙伴，一天之内可以拉着主人行进上百公里且不迷路。犬队熟悉地形，甚至可以嗅出薄冰寒冰裂缝，提前示警主人避开危险区域。有人说，如果没有狗，因纽特人的足迹绝不可能踏遍北极圈那么辽阔的土地，因为靠人力根本无法搬运那么多物资，唯有仰赖狗来放大劳动效能。狗在因纽特文化中也被赋予崇高地位，许多家庭会与自己最好的雪橇犬分享住所和食物，甚至在严重缺粮时，也坚决不会杀狗充饥，宁愿冒险去更远的地方狩猎。他们相信狗是人类的救命恩人，绝不能轻易伤害。这种信念也换来了狗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在茫茫雪原上，狗与人相依为命的动人场景每日都在上演，丰富了极地生活的温情一面。因纽特人的饮食习惯更是令外界瞠目结舌，他们是几乎完全的肉食者，一日3餐少不了肉，而且大部分生吃。因为北极缺乏植物，他们无法摄取维生素 C 等必要营养，只能从动物的血液和内脏中获取，煮熟会破坏营养，所以干脆生吃。一只刚猎获的海豹，他们可能取出部分肉当场切块分食，清甜温热的血液滴淌在雪地上，而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对此，著名探险家斯蒂芬森在20世纪初与因纽特人共同生活多年后，也改变了看法。他原先无法想象没有蔬菜水果人能活，后来彻底适应生肉鲜血的餐饮，并证明自己多年不吃蔬菜依然身体健康。这一发现震惊了营养学界，也证实了因纽特人的传统智慧：大自然自有平衡，只要尊重动物性食物的价值，哪怕在冰雪荒原也能获得完备营养。除了生食，因纽特人还发明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食物保存方式。举个例子，他们的传统佳肴之一奇维亚 Kiwiar 听者无不色变，做法是将数百只海燕等海鸟连毛带肉塞进一只剥了内脏的海豹肚子里，缝好口，然后埋到冰雪地下发酵数月，等冬季庆典时再挖出来开封享用。那些鸟因隔绝空气发酵早已软化，散发出刺鼻的浓烈气味。因纽特人将之视为珍馐美味，夹出烂熟的鸟尸体就直接吮食，其味道据说奇特无比，有人大呕不止，也有人觉得入口绵滑犹如芝士。这种习俗对外人而言简直难以接受，但对极地居民来说却是储存维生素和营养的有效办法。发酵让肉类更易保存和消化，同时产生的强烈气味也驱赶掠食动物。除了奇维亚，因纽特人还会将多余的海象、海豹肉埋在石堆或地窖里自然发酵，制成称为伊古纳克的俗称肉干。尽管偶尔会有判断失误导致肉毒中毒的风险，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靠此方法度过了无数个物资匮乏的冬季，在困境中发掘腐败与再生的平衡。这种反直觉的存粮方式再一次显示了因纽特人超凡的生存智慧。因纽特人的社会结构也充满着人情和弹性，他们长期以家庭为单位小群体活动，人口太多无法养活，因此社会组织比较松散。然而这不代表他们冷漠无情，恰恰相反，在恶劣环境下，他们更强调互助和分享。传统因纽特文化中有一种著名的割斗 Song Deal 制度，当两人之间发生冲突，甚至妻子被抢等严重问题时，他们不是诉诸暴力，而是围绕在雪屋里，通过即兴歌唱和滑稽表演来攻讦对方，引得观众笑声不断。最后由大伙的笑声和掌声决定胜负，输的人表面上颜面扫地，但冲突也在笑声中化解。
不至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仇杀。这种幽默的解分方式在其他文明难以想象，但在因纽特人中却行之有效，维系了社区和谐。此外，他们待客极为热情，甚至会提供媳妇借宿作为对贵客的礼遇，与楚科奇人的类似习俗如出一辙。外人初闻可能惊讶，但对因纽特人而言，这源自资源匮乏时期形成的亲密联盟策略，让不同家庭彼此支援，共同抚养子女，从而加强整体存活率。随着近代文明的冲击，因纽特人的传统生活正在改变，现代定居点、枪支、雪地、电、单车等取代了昔日的冰屋、长矛和狗拉雪橇。年轻一代接受教育，讲英语或格陵兰语，开始穿现代衣服，吃进口食品。然而，因纽特文化的内核依然顽强保持着。他们中许多人兼顾现代生活与祖先智慧春天，他们开机动船出海猎金，夏天上班赚钱，冬天又回到冰原上搭建冰屋，体验传统狩猎。因纽特艺术如雕刻、织物和音乐也日益受到重视。他们用雕刻告诉古老传说，用猴歌 throat singing 重现极地风声与动物之音的和鸣，为世界呈现截然不同的审美视角。当我们回顾因纽特人的故事，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将人类适应自然的潜能推向了极致。在地球最寒冷、干燥、缺乏食物的地方，他们发明了雪屋、雪橇、皮艇、长衣、防寒衣、钓冰鱼技术，建立了共享与静系的社会规范，把每一分可用之物都加以利用，把每一丝潜在危机都转化为机遇。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震碎了我们对文明必须仰赖优渥环境的既定观念。原来，只要有求生的毅力和智慧，人类在极地照样可以活得丰富精彩。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去那样残酷的地方生活？其实，对因纽特人和其他北极部落而言，这片冰雪之地就是他们的家。冰山、极光、北风、白夜、黑夜交替，都是他们文化和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在严寒中依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漫漫长夜中依然仰望星空，找到方向。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意志和创造力的致敬